花了2周的时间，终于找到一家烤羊腩肉。这个里面是羊油辣子是吧？沁阳的清汤羊肉是要撒这个葱花。今天的这一口清汤羊肉啊，一下子把我带回了20年前的沁阳。老卢沁阳清汤羊肉烤羊肉。今天我是特地赶着走过来了吃你的这个羊腩肉来了。哎，好好。这运的肉都是哪里的肉？宁夏的特羊，羊腿肉。我之前看你们家的羊腩肉，哎呀，咱今天很羊肚子上肥吃起没那么肥，比肉肥些。还带一点筋吧？带皮的筋。肥肉要比瘦肉多。稍微肥些。兰州的明火赶烤，晚上摆到几点的？晚上10点。摆到吧？有时候咱有喝酒就能吃到12点。你这店里是凉菜也有？有。这大颗粒的辣椒一撒，这是真长辣，这是啥？这是特辣。你们3个吃的这个是多少的？50的呗。50的标准。哇，这小伙子叫吃肉呢。这肉咱鸡，我看你这是现在做的多少的？50的。50咱们是几两肉？4两。对。这个里面是羊油辣子是吧？对。讲究，必须拿电饭煲这样焐着啊，闻着就香得很。沁阳的清汤羊肉是要撒葱花和香菜，还有一个灵魂就是羊油辣子，但是沁阳的这个是不加粉条的。清汤羊肉，上面是羊油辣椒，这一碗是32两肉。兰州的冬日一碗沁阳的清汤羊肉。哇，羊油辣子飘在上面这一口清汤羊肉非常香汤很鲜基本上是纯瘦了，因为都是腿肉，这个对爱吃瘦肉的人真的是比较友好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个饼子他们是先给你用鏊子热一下，吃起来就酥脆可口，一口肉。再来个饼子，在沁阳吃这个清汤羊肉，这个饼子是可泡可不泡，我喜欢把饼子泡到里面吃，这样可以吸一点汤上的这个辣椒油。在沁阳分2派，一类是清汤派，就是今天我吃的这个清汤加羊肉，还有一派是清冻派，就是带骨切成小块，把这个羊肉冻出来，吃的时候呢手抓着也可以吃，筷子尖着也可以吃，比较豪放。我更喜欢把这个清汤羊肉称作泡馍界里的婉约派，这饼子吸满了羊油辣椒吃起来别有味道。试吃的时候觉得就味道不错，当时来的时候做的满满的，当时我就想拍一下，今天我特地挑的这个时间点，这老板还没有忙起来，他们这个地方一般是晚上特别忙，他们这家店就在天津大道，晚上的时候这里面基本就坐满了。20多年前去沁阳的时候吃这个清汤羊肉还可以往里面加羊杂，那时候会加羊血、肚子还有肝子。你们也有羊杂的吧？有干板25的羊杂，里面是肚子、肝子和这个羊血，分量很不错很感人非常的炸裂它这个是蒜醋，然后加自己的调味调制的，这一口太过瘾了。再来一口羊汤，现在可以烤肉吧？可以辣椒辣一点他们家的特色羊腩肉，肉蛋穿的挺大的他们家这羊腩肉每天穿着也就是20多把，好吃。羊腩肉在羊的这个肚皮上，哇，这羊腩肉肥肉多，瘦肉少，带着筋和皮，这个进到嘴里咀嚼起来，油香中带着瘦肉的香味，又带着肥肉的香味，越嚼越香。这个肥肉在嘴里直接爆开，年轻人嘛能吃，这增强身体。再见，拜拜。小腿肉，哇，小腿肉也是兰州的传统穿法，就是3瘦1肥。你特辣是用这中辣，刚才羊腩的咱特辣8个辣，羊腩也是中辣吗？你看，就直接打辣面子再不撒，对，直接上稀辣面子。对，我的天！他们家这个菜单上，凉菜、土豆片、豆皮、溜汁宽粉还有蟹肉棒，3、5好友约上点个凉菜点上这么一桌，吃完再来个羊肉泡馍，真的舒服的很。我还是老样子，干了哎呀，舒服！一碗好的羊肉泡馍一定是要肉嫩汤香，味道鲜美，再加上一块手工现烙的饼子，就是靠羊肉本身的味道做出的这一碗鲜汤大家好，我现在兰州4中，兰州的早上不只有牛肉面，
还有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泡馍。今天去我的宝藏小馆点一碗，这回有2时间，他们家有40的、50的、30、20都有啊。今天我们来个40的，40的是3两肉啊。哎，漂亮漂亮，这是昨天做好的肉啊。兰州的这羊肉泡馍，必须是前一天把肉做好，肉一定要烂啊。这一块是羊腱子，哎呀，好多泡馍馆腱子都不匀呐。哎呀，羊腱，那今天就给我打一下呗，来一条腱子，哎，鼻子都打上一点啊。吃泡馍，香菜蒜苗，哎，这是灵魂点缀啊。他们家的特色啊，手工现烙的饼子，哎，听这声音，泡馍这一套是40，带这个饼，带个小菜，哎，漂亮，我的饼，谢谢。今天的这家店啊，我基本上天一凉，我就会来吃他们家泡馍，有时候就是冲着这口汤，啊，汤鲜。我基本上来都是30的，今天呢想吃肉了，我就点了个40的，大家看一看美不美？就冲这个饼子啊，大家都应该来试一试。先来一口羊肉，来口糖蒜，他们家这个辣酱是老板自己炒制的，辣子酱可以再加呗啊。他们家这辣子酱非常的过瘾啊！这家店开了8年了，我是4年前到他们店来的，一吃就爱上他们家这羊肉泡馍了。在西站这一片啊，羊肉泡馍他们家我是非常喜欢的，而且他们家是汉民餐厅，这个菜也是老板自己做的，它里面有菠菜、胡萝卜丝，还有这个羊姜。他们家这个现烙的饼子非常的脆啊，哎，半发的面。来他们家吃这个泡馍，我个人不建议放辣椒，就这口原汤泡着馍吃，非常香。他们用的羊肉是河西毛不辣的羊肉啊，直接煮的，煮完之后然后再拆，不像兰州的有些羊肉泡馍馆，它是煮好的肉，把骨头拆掉再压出来，那种肉叫冬子肉，啊，煮到汤里容易散。这个肉啊，它现拆的这种肉啊，它不散。这个羊肉汤的鲜是靠羊肉的本味提出来的。他们家的汤呢，花椒味道呀、胡椒味道基本上很淡的。今天又是美美的一餐啊。我们还是老样子，干了啊。现在切的这块肉是腿上的肉，腿肉瘦一点啊。和师傅了解到，这羊肉是煮好后抽掉骨头，待放凉后再切片。每一碗都是这么称的啊。每一碗称着。他家30标准的羊肉泡馍里放的是2两的羊肉，切好的羊肉片再配上粉条，放入碗中待用。师傅在这面开始舀汤，汤都是他们做好的纯羊肉汤。开火，放萝卜。开火之后呢，放一点萝卜。然后将刚刚配好的料放到这个汤锅中，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都可以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师傅只往里头放了点咸盐和胡椒，啊，简单的调味。它的汤呢已经是调好味的。泡馍就做好了。这一碗泡馍的羊汤就做好了。在兰州喝羊肉汤一定要点缀一点香菜和蒜苗，尤其在热汤的激发下，香菜和蒜苗成了这碗羊肉汤的灵魂所在。他们家羊肉泡馍时间长了，在大众巷一直开啊。今天他们家的羊汤啊，大家看见了，很清，里面有2两肉，还有萝卜和粉条。很多人来店里都吃40块钱的，因为40块钱的肉呢稍微多一点。一般吃这个清汤羊肉泡馍啊，配这种饼子，30的里面套餐里带这种饼子，它是带一点点半发，吃起来呢稍微口感硬一点，适合泡羊汤。我们把它泡到里面啊。
掰好后的羊肉泡馍，我喜欢放些辣椒。他家的辣椒分2种，一种是咸的辣椒酱，还有一种就是油泼辣椒。在这里我们放的就是油泼辣椒。个人觉得混合了油泼辣子吃起来的羊肉泡馍特别的香，尤其是用羊油烫过的油泼辣子，那就更香了。30的套餐里还配有几瓣糖蒜，还有一点小菜。先来口羊肉吧。羊肉很嫩，馍已经泡好了。他家的这个馍应该是专门定制的，这种馍呢放到汤里面泡一下，不是特别的和。那我比较喜欢吃生蒜，我觉得生蒜吃起来是格外过瘾啊。我个人觉得吃羊肉泡馍一定要配点生蒜，生蒜配泡馍味道特别的鲜美。如果您吃不成生蒜，店里提供的糖蒜也是不错的。如果您觉得大饼不够了，那么你也可以单独加1块饼子，1块饼子是2元。再来颗蒜，哎呀，我觉得吃羊肉泡馍最费的东西就是这大蒜。他家的羊肉煮得很软烂不塞牙，哎，也不柴。这个肉呢，有这个肋条的，也有前夹的。吃过他家羊肉泡馍的朋友都知道，他家的羊肉汤最好喝。如果您吃的过程中发现汤不够了，这家店免费续汤。当然了，这个服务在兰州的任何一家羊肉泡馍馆里都可以得到。他家这个汤好喝，汤特别的鲜。这个馍馍它就是半发半死的面做，它叫，它耐泡，而且吃起来口感较好。哎呀，馍馍对衬衫呀，这是咱们各家落下的。哎，自己个人落着呢。吃这个羊肉泡馍呀，太瘦的肉也不好，但是稍微带一点点肥，夹花的是最香的。这羊肉都是退骨的羊肉啊。退骨的，退骨的不骨是没办法吃。煮之前把骨头就码到，然后放凉，它自然就是形成这个。哎，对。现在的话，以前能买到多少斤羊肉呢？3个羊吧。3个羊。他家的泡馍有20、30、40不等，这其中20的是1两肉，30的是2两肉。如果你要单独加1份肉的话是15。他家的羊汤是提前调好味的，汤色很清，在煮汤的过程中会放上粉条。炒后的羊汤只需要撒上蒜苗就可以了。如果您爱吃香菜，也可以放一点。今天点的这个是30档，里面是2两的羊肉，配的是一个咸辣酱和一个这个糖蒜，然后再带着2牙饼子。如果你要再续饼子的话，2牙是1块钱啊。那么桌子上也有这个生蒜，还有他们家的油泼辣椒。一般呢就是吃羊肉泡馍我喜欢先喝2口汤，然后再配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辣椒。配的饼子呢是半发半死的面做的啊，这种饼子呢它在泡馍里头比较耐泡。在甘肃的这样的清汤羊肉已经是非常的有名的。比如说甘肃平凉，在兰州呢，这个羊肉泡馍呢，也讲究的是清汤泡法。饼子呢不需要掰得很小，在兰州吃羊肉泡馍，你把饼子掰大块一点，然后再调上辣椒。辣椒呢做的还是比较讲究的油泼辣子，颜色很漂亮，稍微搅一搅，把辣椒的这个油脂和辣椒再混合一下。很多来店里的顾客都是点的30的羊肉泡馍，我今天也点的30的，放一点油泼辣椒呢，稍微让这个辣子和这个清汤混合一下。来了点夹花的羊肉吃羊肉泡馍就要带夹花的带一点点肥的，不要太肥太肥热汤把羊肉直接就化掉了。
他家的羊肉泡馍汤很鲜，里面的调味不是很重，肉也煮得非常的软烂，尤其是吸足了汤汁的饼子，在辣椒油的包裹下，吃起来别有风味。虽然30的套餐里有糖蒜，但是我更喜欢吃辣一点的生蒜。生蒜吃羊肉泡馍确实比较过瘾的。他们用的这个粉条是粗的这个土豆粉啊。最后要说的是套餐里面带的这一小碟咸辣酱。对于喜欢单独吃饼子的朋友，那么把咸辣酱抹在饼子上，喝着汤吃着饼子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老杨。这几日兰州的天气特别冷，上午9点我来到了大众巷。再次改建后的大众巷街道的两旁已经进行了仿古装饰，因为大众巷是一条美食街，所以在这条街上有很多的美食。改建好的大众巷看上去非常的高大上，通过镜头能看到木质仿古，成了这条街上的亮丽风景线。就在大众巷的中段有一家兰州老字号的羊肉泡馍，他家店原来就在人民剧院，后来人民剧院拓宽道路，他家搬到了大众巷。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人民剧院的生意非常的火爆，每次去大锅旁边总会站一位老爷子，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给大家舀汤。现在这家店还是他的后人在经营。这个本钱，柳氏的是。他家普通的一碗是30，60元的是加半斤羊肉。我点了一份30元的羊肉泡馍。来他家当然是吃他家的特色羊肉泡馍了。多少年的老字号，今天看能不能找回儿时的味道。兰州羊肉泡馍，切羊肉一定要切薄，让吃起来更香。每天羊肉大概能卖多少斤？哎呀，这是几个样，这几个要。几个样，2个样不一定，那就是炒嘛的啥子。煮好的羊肉退骨，放凉后再进行压制，这样切起来就更容易切了。除过羊肉，还有调味好的清汤，羊肉泡馍的精髓全在这一锅汤内。锅中放上刚刚切好的羊肉，再配以粉条，直接舀入鲜汤，用猛火再次煮沸。2次加热后的羊汤和羊肉粉条混合在一起，就成了今天的羊肉泡馍。他家的羊肉泡馍配的是咸辣酱，但是我比较喜欢吃油泼辣子，就多放了几勺。一份羊肉泡馍配一份这样的饼，这饼是死面做的，如果你吃一个饼子不够，再加一份的话是2元钱。我比较喜欢把饼子撕成小块放到碗里，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是这一种吃法呢？或者你有另外的吃法，告诉我哦。满满的一碗羊肉泡馍，看上去非常的香。这碗羊肉泡馍有没有馋到您呢？30元的羊肉泡馍里面将近有3两的羊肉，从卖相上看还是不错的。作为辅料的粉条在这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样的吃法在兰州很普遍。死面做的大饼吸足了汤汁，混合着羊肉和粉条，夹杂着辣椒和蒜苗的香味一起进入嘴中，复合的味道在口齿间流动。作为兰州人的硬核早餐，羊肉泡馍当之无愧。此时再来上一颗糖蒜，混合着2口汤喝下去，整个全身就舒服了起来。我比较喜欢吃生蒜，生蒜的味道配羊肉泡馍特别的好。配上1块大饼的羊肉泡馍，吃下去还是比较扎实的，这一天应该都不会觉得饿了。这就是今天我打卡的京城第一碗俊杰全糖羊肉泡馍。临走时和老板聊了2句。这家店是原先人民剧院的老店吧？对对对，搬过来的啊。对对对。几年搬过来的？我们是2000年到大众巷的。2000年。到大众巷现在经营了将近20多年了。主要经营的是什么项目？咱们还是主要是羊肉泡馍呀。现在后面带的这些牛腱子肉、手抓羊肉。作为一家有40多年的老字号羊肉泡馍店，从人民剧院搬到了大众巷，但是他家的味道一直没变。今天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找回了儿时的味道。视频的最后，我再把他家的地址说一下，就在大众巷中段。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记着点赞关注。我是老杨，我们下期再见。